上次我对你发脾气了，但我不是故意的啊，你别往心里去啊。你去死吧你！别这样啊！你在哪儿？我去接你，我给你赔礼道歉，行不行？行，有没有什么可以发泄心情的地方？那就看你想要怎么发泄了。哎，你知道吗？有人说呀，生活就像一杯咖啡，你喝进去的时候是苦的，可是当你回味起来的时候，就是醇香浓厚的。但是现在大部分人呢，就习惯追求了香甜的滋味，所以会在咖啡里加糖、加奶，从而忽略了咖啡的原味。可是实际上，苦才是生活的本质。只有理解了生活的原味之后，你才能在这个基础上得到更多的斩获，进而品味到人间的百味，从而获得丰富多彩的人生。你觉得呢？我就是觉得吧，人只要一停下来，生活就会变得特别无聊。我好不容易跟你谈点人生感悟，你这样多没劲呢。我也不想这样啊，我就是现在吧，对其他的事情都提不起兴趣。哎，对了啊，干脆你陪我去产业园吧，反正我早晚跟大沃谈合作的事儿。我才不跟你掺和呢。等一下，待会儿什么事没做好，哎呦，又跟我急头白脸的。这次不会了，我保证。你看看你自己都折腾成什么样了，还谈事儿呢？待会儿我找个地方先带你去捯饬捯饬吧，回头你自己去。行，缓事一急，急事一缓，走吧。走啊！来啦，来啦！你好，邱总。大晚上也这么叫我呀？你是24小时 standby 吗？在我们没有正式面谈之前，请允许我保持这种态度，不然我怕我会疯掉。你疯一个我看看。好吧，我承认是我扛不住了，我妥协，我投降。行了，别跟我拼了。我刚看了你的设计，挺让我意外的。但是你这个重要的数据怎么没填充啊？你要是觉得这个项目可行的话，我尽快把数据弄到手。我是说，我尽快开始弄这个细节。其实呢，这个数据我已经做完了，只是还没有填充。一呢是怕泄露商机，二呢是这个内容太过繁杂，我怕你看了之后不感兴趣。所以呢，我就给你弄了一个简洁版的项目。
行了，你尽快吧。这女的这么晚了，为啥给你打电话呀？工作狂都这样，睡吧，啊。天天你俩唠的那啥嗑呀？啥叫你要疯了？你跟谁妥协，跟谁投降呢？好吧，我实话跟你说。说啥实话？我承认，由于我的管理不当呢，公司到现在一直在赔钱，所以我特别看重邱总的收购案。当然，这期间难免要讨价还价。一开始我一直咬着不松口，万一他要是放弃了，我们公司就全完了。所以，刚才我只能答应他以低价收购。当然，虽然是低价，但这个低价比我们之前投入要多。只要不赔钱，咱俩赶紧把公司卖了，然后我俩就结婚，好不好？我答应你。小明，我爱你。我也爱你。哎姐，肯定我接您呢，我马上到啊，您稍等。哎，好。你这个装修标准定的高一点，质量一定要好，前期咱们不怕花钱。恩娜，我想找你帮个忙。你说，首先告诉你个好消息啊，我的梦想工厂已经正式策划完毕了。这么快啊？啊？然后呢？然后就去实现啊。不过为了保险，我得提前去备案，但是它的前提呢是要有家有资质的地产公司。啊，你的安家乐业是最好的选择啊！当然了，我们日后也可以一起做梦想工厂的。行倒是行，就是怎么了？有个事儿我得跟你说，就你看上的那个产业园已经跟我签约合作了。什么？我准备把那儿打造成高级公寓。不是柳花，谁让你这么做的？我就觉得那儿挺合适的，所以我就跟他们签约了。不是你经过我同意了吗你？方梦初啊，你那个想法根本就不靠谱啊！什么不靠谱啊？哎，你挖了我墙角才是挖苦我啊！我告诉你柳花，没有我都没有你今天。你大喊大叫什么方梦初？你丢不丢人？我又没欠你什么，你犯什么小障碍？有话好好说，别吵了。咱们要说进屋里说，关上门啊，别在这吵，多丢人啊！跟你没关系，我跟他单独谈。谈就谈。好，我承认，我不该说你的想法不靠谱，我也希望你能成功，但是我也没做错什么呀。我们俩是看上了同一片园区，但第一，我们俩是公平竞争吧，我没有出什么损招吧。第二，那你又没给人家定金，人家凭什么等你啊？是，但是如果不是你横插一脚，那个地方一时半会儿根本租不出去的，自然就会跟我合作的。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啊？我说不是，没有我还有别人呢。那更何况你的想法又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实现的。就算人家前期同意了跟你合作，但是后期你跟不上，人家还是会跑啊。道理我都懂，但是但凡开发商跟我有个合作意向，先把合同出了，我也能扯扯皮，也有利于我跟投资商谈判啊。那合着你的意思就是你做不了，我再接盘呗？到时候你做不了，我也干不成啊。那你说怎么办？没什么怎么办，自己办自己的。不是欢子，你不能这么肤浅啊！人不是只为了赚钱而已。我的梦想工厂是为了全天下有梦想的人打造的。啊，你说你拿这个地方做个廉租房，它有意思吗？方梦初，我们俩不一样。我是穷大的，我带的这帮人也是穷人家的孩子。
我没什么花里胡哨的想法，我的想法就是凭自己的努力做点事儿，赚点钱，让身边的人都过上好日子。是，我是做不了什么梦想工厂，但我做的是梦想公寓。我也坚信我一定能干得成，因为很多人的梦想其实就是心里有一个房子，现实里有个家。我起码能让租房的人过得开心一点，因为我经历过各种不开心。你说的对，是我太片面了。你别不说话啊！你这么憋着，哪符合咱俩的性格啊？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，那就飙戏也行。没心情。通常啊，这个没心情，就是因为心里有了阴暗面。要不然咱俩就在这儿玩这个真心话大冒险。不玩，我跟你有什么真心假话？行，那我先开始啊。我猜你是真的喜欢上了方梦初。那有没有什么办法，能让咱们两个都不耽误的？其实我也就签了个合作意向，那如果后面筹钱不到位，不能按时开工，人家还是会找别人。这样，在这期间你再努力一把，我们俩公平竞争，但过后谁都不许埋怨谁。可以是可以，但是我总觉得心里还不是很踏实。那前期我也可以全面配合你，甚至用你的名义去运作这件事儿。等过后你运转开了，我就直接转给你，你赔偿我点损失就行。那这样，你会不会很难做啊？难做什么呀？反正你那个项目得好几个亿呢，你也不差我这点钱，对吧？别呀，哎，等我搞成了，咱们可以继续合作的呀。不靠谱。什么不靠谱？能不能别老泼我冷水啊？方木初，咱俩是朋友吧？当然是啊。那你实话跟我讲，如果这事儿失败了，你会怎样？怎么可能会失败？不可能会失败的。哎呦，你可千万别这么说，真有可能失败。那你会不会崩溃啊？崩溃？我还寻死呢我就这么跟你说吧，就算没有这个项目，就算没有这个产业园，就算我的梦想没有实现，我还是会一直坚持下去的。但凡有一天有个投资方看中了我的项目，我就直接能画地皮平地起了。现在我是心急，是因为有很多人在看着我，我得给他们交代嘛，不是？那你要这么说，我就放心。那咱们就说定了。定了。行，那你尽快给我授权，咱们约个时间，以你公司的名义去备案。哎，咱俩都成这个竞争关系了，你对我还这么放心啊？咱俩是朋友，有什么不能信任的？我吧，可能最近确实有点敏感，有时候连启明哥跟瑶瑶我都不太敢相信了。我看你跟霍启明关系那么好，有些事儿我就不说了，但是你也防着他点儿。好，有些事儿其实我都知道，但是我总觉得吧，感情上的事儿可能很难分清对错，这跟人品没有什么关系吧？哎呦，根本就不是你想象的那样，这……哎呀，算了，不说了，烦死了。我也不知道。什么叫你不知道啊？你喜不喜欢一个人你不知道，你傻呀你？那你天天说喜欢我，喜欢我，你到底喜欢我哪儿啊？你自己知道吗？那我起码知道我不喜欢谁呀，对不对？那我也知道，反正我不喜欢你。行，我这多余问。算了，不知道总比知道强。
挂号公司名字还是得写清楚啊，版权必须在我个人名下。行，你写好我盖章就行了。你们没干起来吗？这么和谐？我们俩刚吵架的时候，突然有个灵感，咱们公寓的名字就叫梦想公寓吧。那公寓名字不是起过了吗？不是叫盛世公寓吗？哎呀，盛世公寓是很好，但是没有梦想公寓好。那就叫梦想盛世，或者是盛世梦想。又来了，接个电话。我告诉你们啊，这个梦想盛世和盛世梦想，你别看它字儿都一样，但这么一颠倒，意思全变了。先聊着啊。启明哥说约我有点事儿，我得过去一趟。哎，我送你啊。我送吧，刚好我找启明哥有事儿。没事，你们都不用送。他说让我自己去。拜拜。有的时候呢，他会像一个老成的哲学家，显得高深莫测；有的时候呢，会像一个天真的孩子，单纯的甚至可笑；有的时候呢，对生活呢充满了希望；有的时候就觉得生活呢特别无聊。刚睡醒的时候，就会觉得特别的疲惫，甚至沮丧。一旦开始工作的时候呢，就会兴奋的感觉整个世界跟充满了阳光一样。他一心的扑在工作上，从来不敢停下来。表面上呢，看起来是一个工作狂，其实就是不敢面对现实。他对周围的任何人、任何事都漠不关心。那你早点回去休息。他一味的沉浸在所谓的那种不现实的创作当中，就是他那个梦想工厂，而且极度的喜怒无常。就差最后一个数据环节，我觉得成功了。是有点神一阵儿鬼一阵儿的。你觉得我是吃饭吗？抑郁症，典型的抑郁症前兆。你别吓我啊！这种事情能拿来开玩笑吗？况且你知道我是以最短的时间通过心理学专业考试的。这怎么办啊？现在非常不好办。心理问题是世界级的难题，成因非常复杂，除非是知道它的病因是如何形成的。我看他就是设计他那个梦想工厂设计，他以前从来不这样。我看也是。如果真是那样的话，或许还有可能帮他。怎么帮啊？你是不是搞错了？这是我的原创。那我就不清楚了，只是这电脑资料里显示有相同备案，不只是内容，连名字都一样，所以按规定，您的立项我们不能接收。那你把这份文件给我，哪家公司递交？什么时候递交的？对不起，我无法满足您的要求。你能不能通融一下？这对我很重要的。对不起，您还是自己去了解吧。下一位。李环，为什么要偷梦想工厂？啊！方梦初，你干嘛？哎，你抽什么风啊？当朋友，你把我当敌人啊！为这钱，真是什么都干得出来啊你！啊！你发泄完了吗？发泄完了，滚蛋！韩牧阳，你怎么来了？是不是你偷了我的梦想工厂？你有病啊你！有病！哎呦！
洋洋，你怎么那么突然啊？你别问了，赶紧帮我搬了再说。不是搬哪儿去啊？关键是有点远，我帮你导航啊，先。你怎么不接电话呢？你别问了，赶紧走。您拨打的号码暂时无人接听。你没事吧？对不起。先搬了再说。搬去哪儿啊？这是？你别问了，走吧。我导航。哎呀，哎呀，记住啊，不要跟其他任何人说我的新住处，尤其是风梦初。怎么了？你这是彻底了断了？跟你没关系。行，跟我没关系。以后这种事儿你甭找我啊。你也知道我有多难，那我不是相信你吗？行，我就是，我不该说这话啊！这就走，这就走。
好家伙，累死我了！你走呗，我待会儿自己收拾就行了。以后不能跟我说这几个字啊！我还不想怎么了。我都快烦死了，你还想怎么样啊？不是帮谁搬家，谁还不管顿饭吃啊？再说你现在不饿吗？是有点饿，可是这又不熟，去哪儿吃啊？不是，我出去转转，我看有什么好吃，我给你打包带回来。吃完我还能给你收拾收拾呢。那行，那你快去吧。等我啊。你偷了我的梦想工厂，是不是？果然是你啊！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没有。为什么要这么做啊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没你凭什么说我偷了它？没有。就凭你的烂演技，我一眼就能看得出来。不就是我演技烂？为什么偷我的梦想工厂？你说话！你打死我吧！你打死我！我也……我方梦初。你这是轻微脑震荡，头皮血肿，问题不大，休息一下就可以回去了，好吧？好，好，谢谢大夫。不客气。谢谢。你说你，砸个酒瓶子能砸跑偏了？你是社会人呢。方不出呢？早就失联了，他。失联了？车不是还在吗？人咋没了呢？你们到底咋回事啊？我也不是特清楚，我也是稀里糊涂的我。咋回事啊？伤害了我，还不等我醒过来。我看他就是设计他那梦想工厂设计，他以前从来不这样。如果真是那样的话，或许还有可能帮他。怎么帮啊？不破不立，死而后生，这句话你听过吗？听过，咱们也不能把他往死里整吧。方梦初的病因在于你们的电影赔了钱，他没有办法跟你们大家交代，自己又着急把这个钱赚回来，房子也卖了，家里的那关呢也过不了。在这种压力之下呢，他的大脑神经元出现了病变，进而臆想出梦想工厂这个虚构的概念。其实呢，就是自欺欺人，麻痹他自己的同时呢，也迷惑了他人。如果真的想帮他的话，就要让他这个荒唐的念头彻底的丧失掉。又是这一套。可是我怎么觉得挺有道理的呢？邪门了啊！被催眠了吧？这是。唯一的办法就是把他的策划方案从电脑里偷出来。你要说把他电脑植入病毒，让他心思跟电脑一起死机，我能理解。可是你说把他偷出来，怎么个偷法啊？只要你能偷出来，我就有办法解决。我
还是没明白。那我把电脑里的东西偷出来，他脑子里不还是有吗？事后呢，方梦初一定会去相关的部门备案。我们只要抢先一步把这个案子给备上，等他知道的时候呢，他的大脑就会死机。当然了啊，不是真的死啊。等他清醒过来的时候，一切就会恢复正常。而我呢，或许有可能把这个案子变成钱。虽然不会很多，但是足够他把那个2层的小楼给赎回来。不对啊，那如果说啊，你能够把它变成钱，那说明他的创意是有价值的呀。你怎么还不明白啊？这个就像你们拍电影，有好剧本就一定会有好结果吗？显然不会啊。你如何去运作才是重中之重。我们把这个案子卖给别人，让别人去玩，最后呢，我们还能落下钱。虽然钱不会很多，但这是最稳妥的方法呀。哦，是这个道理。你觉得作为一个制片人，他会卖他的剧本吗？显然不会啊。那他去哪儿找那么多亿去玩他的项目呢？更不可能啊。之前他也说我们那电影能卖好多个亿呢，就。况且，他这个案子未必就真的有价值。就比如你们这个圈子，好剧本很多吗？那些有票房的有几个是好剧本呢？秦明哥，我发现你懂得好多呀。我不是懂得多，我是被虐得惨，我看得明白。你们这个圈子呀，跟地产圈就是人傻钱多。你随便找个案子，你包装包装，你吹吹牛皮，你找一个冤大头，说2句就能卖出去，明白吗？无论如何，这次都希望你相信我。我相信你，就是这事儿吧，太突然了，我有点反应不过来。我倒是知道他电脑密码。现在你明白是咋回事了吧？这不是还没到时候吗？那不得看结果呀？啥结果呀？一个人没了，一个在医院里躺着，这就是结果。我没想砸你，我怎么会砸你呢？我是为了砸他方梦初，谁知道他当时他那么……他为什么要那样做？为什么？这畜生行为那就是。哎，你咋突然搬到霍启明院去了？他跟我说，他说这段时间不要跟外界任何人联系，然后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多待几天，到时候他说这话你也信啊？他就是一个骗财骗色的大骗子。你没觉得呀？你没觉得，只是因为你啊，欢子意思是说呀，你没钱让他骗，不是说你长得不成啊，不是这意思。喂，欢子，霍启明没了，他死了？他跑了。我寻思着他是能干出这事儿的人，但我咋没寻思他真的干出这事儿呢？他就是个爸爸。活该，傻了吧唧的。我都这么惨了，你咋还这么说我呢？我以后还咋整啊？哎呦，饿不死你就行了嘛。安子，嘘，有人来。案子是不错，行不通啊。我明白您的意思，我觉得我们可以稍微的变通一下。说说看。我们可以打着梦想的概念，寻找合适的位置去圈地，然后做商业地产。哎，这倒是靠谱。这不就是你们那个烂电影的套路吗？披着梦想的外衣谈恋爱，差不多是这个意思。那个电影跟这个能比吗？更何况那个电影已经赔成那样，这个地产项目肯定不会赔。你怎么知道电影赔了呀？难道还赚了不成？
至少有这个可能。啊，喂，长笑，你见到方梦初了吗？哦，你要是见到他，你跟我说一声啊。没什么事儿。哎呦，都说了没什么事儿就没什么事儿嘛，啰嗦。挂了啊。咋又给挂了呢？大乔，欢子给打电话了？啊，这说啥了没？哎呀，你们家欢子现在脾气可大了，平时也不打电话，冷不丁打个电话，这没说几句话就崩我，要不就直接给挂了。不会是因为我们俩吧？啊，那不能，估计就是现在当老板了，当惯了吧。得了吧，哪有这样做老板的，让父母干这活？哎呀，婶儿，你这活咋？这活不也挺好的吗？你说也累不着，饿不着的，年底还能剩俩钱。哎，叔婶，我现在打个电话去，我朋友人找不着了，我打电话去。哦，抓紧抓紧，哎，抓紧。哎，老师叔溜达呢？哎呀啊！真没想到啊，这么多年的一块顽疾，被你给解决了。这有啥？这不就干活吗？我别的不会，就会干活，我这有劲儿就行了。哎，村里给你准备住的地方挺不错的，你怎么不搬过来呀？我在那湖边住的挺舒服的，挺得劲儿的，我就不搬了吧。哎，老师叔，我这着急打个电话，你先忙着，我就进去了啊。哎。我托朋友在国外办了个影展，把你们那烂电影拿过去，你要成国际大腕了。啊，哦，你要是不喜欢的话，你就把那2个镜头删掉嘛。删什么呀？我又不出国发展了，我还怕你丢人丢到国外去。我也不出国发展啊，要丢也是丢你的人啊，我是你的人啊。你也知道呀，那为什么去拍呢？那我当时那不是你闲的是不是？不过那方梦初挺有意思的。你以后啊，少跟他来吧。什么时候学的？还会管我了？不是，他吧最近精神不太正常，估计是搞艺术搞的。我吧就是怕他惹到你。我从来没把他当正常人。那就好。邱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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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这么高大上啊！坐在这样的办公室，还有什么项目谈不成啊？那不是你位置啊，那是我的。那我坐哪儿啊？楼下3号门，倒数第2排。你不让我做执行，你让我去数据室。本来那个位置也不是你的，我是看你想加入我们公司的意愿太强烈了，我这不得表示表示吗？你们是要开发我的项目的呀？是啊，是要开发呀。你要钱是吗？你人都是我的，你要什么钱呀？哦，这月生活费我还没给你呢。来，你去买几件衣服吧，我看最近新上的还挺好看的呢。我要的是跟你一起工作，一起奋斗。我不是让你把我当成像丢丢那样来养。我没有这个意思啊。你没有这个，你到底在计较什么？我一再的坚持，留在这个城市，即便成为你的影子。我用力的奔跑，背影越来越小，含着眼泪却带着微笑。时间重复着
忧伤，让我不停地坚强，又不停地迷惘。站在这个熟悉又陌生的地方，我是否应该留下来，还是独自离开？我们一起回到那梦想的地方，就像过去的我们有无限的力量，穿过黑夜飞到那灿烂的故乡，希望在明天前程在远方一起翱翔。我一再的隐藏记忆中的忧伤，无法忘记你的模样。我厌倦了伪装，所以有些疯狂，就算还有一点的希望。一天又一天，一年又一年，无奈，所有的失败，所有的被爱错开。我们一起回到那梦想的地方，就像过去的我们有无限的力量，穿过黑夜飞到那灿烂的故乡，希望在明天前程在远方一起翱翔。我一再的隐藏记忆中的忧伤，无法忘记你的